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我明白了，您所说的主题，就是要弄清楚他们劫持这500万两饷银的真正目的。非常准确。可是要想搞清楚这一点，当时大漠中饷银被劫的真实情况，就至为重要。恩师，恩师，有件怪事。什么事？学生刚刚路经后堂，黑暗之中有条人影疾掠而过。后堂之中住着重伤昏迷的房哲将军，因此学生不敢怠慢，赶忙率几名掌故前去查看。后堂的门开了一条小缝，里边没有动静。学生到房哲将军榻前查看他的伤情，却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房哲将军的左腿上有一条新的伤痕，还有鲜血渗出。有这等事？当时我将值守的医师唤醒，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支支吾吾的难以回答。想房哲将军一直处在昏迷之中，他腿上怎么会有新的伤痕？因此以学生想来，会不会他与这个病人一样，也遇到了歹人的袭击？元芳，你去把小桃唤来。曾太啊，此事你是如何处理的？学生已命府内仆役轮班守在后堂门前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。恩师，您说什么？爬草惊蛇，顺藤摸瓜。就这么办。恩师，您想到了什么？来，是，大人，我都记住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大人，斥候到了。啊，大人，进来吧。是。你来看一看，认识这个人吗？啊，是廖副将。他真的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？刺史大人绝对没有错。事关者大，你可要看清楚。嗨，廖副将是我们斥候营的主将，小的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好了，你辛苦了，下去休息吧。啊，是。恩师，您的推断一点没错，真的是他。世间真有如此巧合之事。这病人，你们早就认识啊？看来我们只有靠你了。大人，虽然现在搞清楚了廖文清的身份，可目前他昏迷不醒，就与房哲将军一般，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当时大军遇袭的详细情形。
元芳啊，不要心急啊，事情要一步一步的来。现在我们已经确定，这个病人就是失踪的左龙武卫副将廖文清，于是便产生了几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第一，解运饗营的3000大军在沙漠中全军覆没，偏偏只有这个廖文清一人失去下落，而我们发现他的地方却是距离大军出事的第一现场将近300里的凉州荒山之中。这个距离差不奇怪吗？第二，从饗营被劫到我们在深山之中发现他，中间只有1天的间隔，而发现他时，他身负重伤，昏死在山脚下。试问，这样一个身负重伤的人，是怎样在1天之内奔波300里地，从大漠跑到荒山之中的呢？他会不会是先跑进了深山以后，才遭到歹人伏击？有这种可能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他逃出案发现场的时候，头脑是清醒的，身为大军副将，为何不赶到凉州报信，却要穿过凉州城跑到深山里去呢？不错，这一点确实很奇怪。不要说中毒之人，就是正常人也不可能1天奔驰300余里，除非身为600里加急文书的异族。不错，我们半道救下廖文清，夜宿洪家堡，于第2天午时到达凉州。如果从我们到达凉州之时算起到现在，不过2天的时间。而这个廖文清住在刺史府中养伤之事，也仅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我说的不错吧？正是。然而，从小桃和元芳的叙述不难看出，那个2天之内2次前来西厢房行刺的神秘刺客，定是先于我们知道了廖文清的真实身份。这一点可以肯定，否则他绝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屡次行此暗杀之事。这就奇怪了，连我们都不知道廖文清的真实身份，这个刺客又是如何得知的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。大人，除非这个刺客早就认识廖文清。一语中的。可廖文清是龙武卫副将，又不是凉州官吏，又有谁会认识他呢？小桃啊，刚刚你曾经说过，你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对吧？正是。是，你是说？嘘，元芳，你们记住。刚刚我看到那条黑影，就是朝后堂方向而去的。刺史大人，我敢肯定，那就是刺杀廖副将的凶手，他一定还在这里。来人呐，在！包围后堂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快，包围起来！快，在这儿！快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仔细搜查堂中。是。刺史大人，刚刚这里有什么动静吗？没动静。有没有人偷偷潜入后堂？没有。刺史大人，刚刚我在那个刺客的小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当时血就流下来了。我想这个人的身份应该很好辨认，只要查看后园所有人的小腿，便能找出刺客。你是说将刺客的小腿咬出了血？正是。却是怪哉！哎，怎么了，刺史大人？刚刚我到后堂中来看房哲将军，发现他的小腿上便有一点伤痕。啊，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哎，
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房哲将军怎么会是刺客呢？是啊。好了，不要胡乱猜疑了。小桃，就如你刚刚所说，遍查府内所有人中的小腿，一定要把刺客找出来。是。大人，就从你开始。大人，动手！是，出来！大人，大人，站好了！站好！大人，没有伤痕。你，跟我走。大人，那房将军啰嗦他，是。走。往外面查查。是。你们到那边看看。恩师，恩师，房哲不见了。哦，先生，刚刚我认出来了，躺在后堂床上的人，就是那个刺客。恩师啊，我真的是服了，果然是房哲。您是怎么想到的？曾太啊，你还记得我们出发清剿古堡之前，你带我到后堂看望重伤的房哲吗？刺史大人，下去吧。是。恩师，这就是幸存的房哲将军。怪哉！当时我就奇怪，按房哲的脉象，他早就应该苏醒了，可他却仍然昏迷不醒。先生，您真是太了不起了，号脉就能知道他是假装的。以后先生把这个本事交给你啊！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先生，您可要说话算话。那当然了啊！发现了房哲的破绽之后，我并没有将此事说穿，因为我不明白房哲假意昏迷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从后堂出来，我们到了西厢房，而恰在此时，重伤的廖文清在昏迷中高声叫喊：“别喝，别喝，有毒！”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小桃，他怎么了？先生，刚刚他突然坐起身，大喊大叫，然后又倒下了。哦，怎么样？烧得很厉害啊！小桃，刚刚他都喊了些什么？他刚刚好像喊：“别喝，有毒。”别喝，有毒。这句话让我感到了一些端倪。
然这种感觉顶多算得上是揣测，亦或说是一种直觉。我左思右想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终决定让元芳留下观察动静。我说您为什么临时决定要元芳留下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。当时我并没有断定这个病人就是廖文清，只是房哲的行为令我觉得有些费解，这才决定让元芳暗抚府内一查究竟。果然，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刺杀之事。可恩师，房哲是如何得知廖文清获救，又是如何得知他在刺史府中养伤的呢？恩师，昨日长史查对大军死亡名册，发现少了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副将廖文清。据那名斥候演讲，大军进入大漠之时，廖文清还跟随在房将军身旁。廖文清，曾兄，这倒是巧得很。昨天我们在洪家堡附近的山里救下了一个重伤的军官。就是刚刚安置在西花院中的那个病人。元芳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并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事情非常凑巧。方哲听到了你和元芳的对话，便夜探西厢房。他想看一看那个受了重伤的军官到底是不是他的副将廖文清。果然，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，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刺杀行动。原来是这样。可奇怪的是，方哲为什么要杀死廖文清？这二人是一位同袍，本该是情同手足才是。可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对廖文清屡下毒手？恩师，我想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看起来，发生在大漠的饗银被劫案当中，还隐藏着很多的谜团。要想解开它，必须从房哲身上入手。这就是为什么您要我们打草惊蛇，却又放房哲逃走的原因吧？顺藤摸瓜，我要看一看房哲逃出刺史府后还有什么举动。老爷，怎么了？京中的房哲将军来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王兄，方兄，出大事了。好，请二老爷请来。是。请。请。
下。臣凉州刺史曾泰率下僚恭迎钦差大人。曾大人，圣旨到了，接旨吧。臣凉州刺史曾泰恭候圣谕。旨意：凉州刺史曾泰前文已息，奉诏寄发边关之500万两饷银于大漠神秘消失，而唐文忠以为邪神所掳，是非曲直究竟何若，尚待查勘。此事过虽非全在于彼，然而至敬不严，竟令北地邪神猖獗于斯，致使国必虚耗，关河不宁，其责不可谓不重，本应立处。然朕念尔苦戍边河，劝客农桑，积年来政绩斐然，为梨树称道，因暂留使职，不予严处，尔其详之。今朕着内史狄仁杰处至北上，纠察此案，而务当全心协力为要。钦此。臣曾泰不生惶恐，感激之至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曾大人请起，诸位请起。他去了归义伯府。正是，卑职亲眼看到房哲与王氏兄弟见面，3人一同走进一间暗室。看来那个将解运大军出发日期及行走路线密告黑衣社的人，必是房哲无疑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。而今房哲的身份暴露，逃至归义伯府，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又会是什么呢？怎么，狄怀英现在这里？正是，现正在正堂。哦，我说到武平、并州都不见他的踪迹，原来他跑到了凉州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曾泰，你马上引本阁前去。是。大人，将此事告知曾兄，查抄伯府，抓捕房哲和王氏兄弟，定会真相大白。元芳啊，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查抄伯府现在还不是时机。再有，归义伯是太宗皇帝亲封的勋略，位在五品。曾泰虽为刺史，但要处置一名先皇赐封的伯爵，首先要上书皇帝，皇帝将此案下达给宗正府，宗正府查之下才能准其所请。这样一来一往，最少要3个月的时间。
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怀英兄，怀英兄！简之，哎呀，怀英兄！简之啊，果然是你呀！啊，大将军，哎，简之，你怎么到凉州来了？哎呀，怀英兄，还不是为了你吗？此言何意呀？皇帝下诏复你内史之职，加西北道处置使，查查饷银丢失一案。哦，我携圣谕及你和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，请与处置使卫队星夜兼程赶往武平。可到达后，江州刺史温开却对我说，你已于10几天前离开武平，前往并州老家了。啊，坐。于是，我率卫队直奔并州。可并州刺史对我说，没有见到你来。我无奈之下，只得带你前往凉州传谕。想不到，竟在这里见到了你，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。简之啊，辛苦你了啊！哎，辛苦二字莫谈。怀英兄，你清楚，给边关的500万两饷银，是朝廷筹措了1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从各地抽调上来的，可现在竟然全部丢失。接到唐报后，龙颜震怒，圣上本欲将房哲、曾泰就地抓捕，押赴神都。我苦谏之下，这才传旨将功补过，待结案后再做处置。而戍边大军的将领们听闻此事，更是人心惶惶，纷纷上表朝廷，恐军心不稳，引发变乱。而今形势是异常紧张，怀英兄，你务必尽快查清此案。如能追回饷银，当然是上上大吉。就算真是邪神作祟的明案，也要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边事重大，缺饷就意味着混乱，此事不能当啊！简之啊，什么邪神作祟的明案？而今此事已经彻底澄清，发生在大漠中的饷银被劫案，可以肯定是一个名叫黑衣社的邪恶势力所为。哦，你已经查出了端倪。你回去上禀皇帝，就说狄仁杰定会勘破此案，缉捕元凶，还关河宁定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一切全仗怀英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啊！好，那我就不久留了，要立刻赶回神都交旨。好，我从简之，请。不必了，诸位，请留步。告辞。好。大人，刚刚我们还说到查抄归义伯府的难度，而今凭圣谕赋予您的变异行事之权，凭着您西北道处置大使的身份，此事已再无障碍。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动手吧。元芳啊，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如此紧迫的地步。大人，要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不抓住逆魁怎能办到？元芳啊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抓捕王氏兄弟和房哲会有什么结果？撬开他们的嘴巴，得知真相。而今我们并无真凭实据，一切全靠分析。就是房哲内奸的身份，也是通过观察和推断得来的，并无任何佐证。大人，难道房哲意欲杀死廖文清，这还算不上证据？你说呢？不错，而今大漠饷银被劫的真实情况不明，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能够坐实房哲内奸的罪名，除非廖文清醒来说明真相。说得好。但是，房哲银夜跑到归义伯府与王氏兄弟见面，这总可以算得上是证据了吧？我们又有什么凭据可以坐实王凯的罪名呢？王凯身为朝廷勋略，位在五品，无凭无据，怎能抓捕？难道仅凭威尔所说的一番话，便要将其定罪收监吗？
不错。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王凯有罪，那么房哲与他见面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一旦将其缉拿，我们又该如何审理呢？我们可以直接询问房哲，为何几次三番刺杀廖文清。元芳啊，如果我是房哲，大可推诿不认。发生在西厢房的2次刺杀，只有小桃一人在场，而且并没有看到凶手的真面目。萧何律法中所谓捉奸捉双，拿贼拿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恩师，小桃在房哲腿上留下的咬痕，难道不能作为证据吗？如何验证呢？难道要让小桃再咬上一次，比对牙痕？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房哲小腿上的伤口我看过，咬痕并不明显，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裂痕。这就是了。那么，我们可以讯问他，为何假装昏迷，银夜逃出刺史府去见王凯？如果我是房哲，可以有1000个回答等着你。首先说我是假装昏迷，有何证据啊？大人说过，看他的脉象，早就应该苏醒。那么当时为何不将此事揭破呢？说到夜见王凯，房哲只需告诉我们，他与王凯是旧时相识，见面不过是平常叙谈。可这明明是谎言啊！不错，这明摆着是抵赖推诿。可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去揭穿他呢？到时候事成骑虎，我只能以处置使的身份责备房哲，不该在大案未结之时私自出府。但这只是一个错误，却不是罪行。可大人，王强是大漠劫饷的主谋之一，这一点可以肯定吧？当然，我们亲眼在他居住的古堡之中看到了装载饷银的驼架，这是铁证如山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卑职今夜亲眼见到，房哲与王凯会面时，王强也在场。这一点，房哲又有何说辞？想听听吗？如果我是房哲，会这样回答你：我与王凯是好朋友，却并不认识王强，而王强是王凯的弟弟，同住在归义伯府内，大家在一起见个面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此看来，此事的确不能操之过急。恩师，那只抓捕王强一人呢？此事我刚才已经说过，单抓一个王强是没有用的。王强是黑衣社的圣骑士，只要他被捕，黑衣社马上就会更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全部失去了作用。即使抓捕后王强肯于吐露实情，依这些黑衣社歹人的能力，也一定会先于我们更改行动计划，做好一切安排。大人，我们可以秘密抓捕，不让黑衣社知道。元芳啊，你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。如果只抓了王强，而无法指证王凯和房哲，这个秘密又怎么能保守得住呢？恩师说的没错，按照威尔所说，王凯也是黑衣社的重要人物，只是我们没有证据坐实他的罪名。一旦他逍遥法外，那么查抄伯府、抓捕王强，这一切就都不再是秘密。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告黑衣社的逆魁，这样我们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不抓无法得知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抓又怕泄露风声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刚刚我说过了，要理清头绪，直奔主题。现在我们已经确定，黑衣社劫持饷银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便是我们要理清的主题。那么好，你们想一想，围绕着这个主题的重要线索有几条？其中哪一条是我们既可以不必打草惊蛇，又会有所发现的呢？大人，有一条线索
卑职想来比较符合目前的状况。说说看，就是那个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，究竟是什么？说得非常好。此事与响银被劫定然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，甚至有可能就是我们想要弄清的主题。可怎么才能查明这一点呢？要想查明这一点，首先要搞清楚王强为什么要从荒山古堡返回凉州。这一点很清楚，我们夜宿古堡查到了响银的端倪，这才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古堡，回到凉州。你忽略了威尔提供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据威尔所说，在我们来到古堡之前，王强就曾对他说过，要连夜返回凉州，对吗？不错。今晚威尔还曾说起了一个话题，也许你们当时并没有在意，那就是王强回凉州是要同什么人进行交易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在伯府后院发现的那些装载着木龙的马车，便是交易得来的货物。正是。通过在死亡现场发现的那些类似鸟粪的小红点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王强以交易换取的货物，正是那些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。不错，非常合理。哦，元芳啊，你还曾提到那支被放出城去的天驼商队。什么？有天驼商队被放出城？正是，他们拿着刺史府的批文，声称车上死去的天驼人感染了瘟疫，官府为怕在城中引起混乱，这才将他们放出城去。岂有此理！曾太啊，假使事情真是如此，这样处置也不能算错。我看，明日将参与处置此事的官吏叫来询问一下。是。恩师，我也想到了一点。你说，从我们夜袭荒山古堡所得到的线索来看，黑衣社歹人定是将大批饷银转运到一个秘密所在。这个地方在哪儿？与王氏兄弟和房哲会不会有所关联呢？曾太啊，你很有长进呐。这一点是整个案情最为重要之处，也正是我说不可打草惊蛇的原因。王强负责饷银的转运，因此他定然知道饷银的下落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，那么王强就绝不会将这500万两银子置之不理，定然会前去查看，或者要用这饷银来做什么秘密的勾当。到那时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这才是顺藤摸瓜的真意。只要跟踪王氏兄弟或者房哲，就能找到饷银的下落。大人，原来您早就想好了。我刚刚说过，不可打草惊蛇，但是敲山震虎却是必要的。敲山震虎，恩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钦差大臣令：前凉州因故封官，此诚为地动所致，灾害之故也。自即日起，凉州城全面开放，商队百姓举团经处方营查验无误者，即可出城。哪儿经得起这么久？就是哎，赶紧说是钦差大臣，皇帝派来的人啊，就是这样。周大人，
请处置使大人、凉州刺史府河衙僚属、凉州戍边卫军麾下将领全部到齐。一毛点过，请大人升座。二毛点茶。是。张将军、郭将军、李将军、王将军、赵四将军、钱将军、大将军全部到齐。贵伯王凯未到。启禀大人，2毛点过，凉州卫麾下将便全部到齐，无一遗漏。大将军辛苦了。启禀大人，2毛点过，凉州刺史府衙下各职司官吏全部到齐，然尚有凉州勋略归义伯王凯未至。哦，归义伯到。归义伯王凯不知处置使大人驾临，延误石某，实为不敬，请大人责罚。归义伯罢了，谢大人宽宥。爵爷平素以同具照面，不露峥嵘也就罢了，何以今日在处置使大人驾前仍行此无礼之举，实在令下官不解。刺史大人，本爵的青铜面具为嘉先祖时太宗皇帝所赐，岂可轻易除去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